这个组织成功之后，报纸上竟把这件事大登特登，说朱子云滥用刀规，以死病假。我看到了这些报纸，正在思索，忽然有位姓姚的报馆朋友到我家里来说，医生方面我不熟悉，你和朱子云必有来往，这件事能不能由你出面谈判，否则事情越弄越大。我说，我是医生，同行总要讲义气，这种敲诈的事，我怎能出面做调解人？若是说让朱子云多给苦主一些钱，我可以替你打个电话，要是想敲他一大笔钱，我是绝不参加这件事的。那天晚上，朱子云备了4桌菜，约中医工会中的许多名医和一位名叫陆启的律师，请大家设法帮忙。席上意见纷纭，说不出一个结果，推定4个人专门为朱子云设法，其中有丁仲英老师。他说一定要陈村人参加，因为他足智多谋，从前顾小言被吊销执照的案子便是他出的主意。宴席将终时，我对朱子云说，我想来想去，有一个办法，只能讲给你一个人听，不但医界不能知道，连律师都要瞒过。他说好的。于是我们便到后面一个小房间中，他一面抽鸦片，一面问我有何妙计。我说，你这案子里面夹着一个报界的人物，若是扩大起来，你是挡不住的。他说，陆启律师和法官很熟，而且法院传票已到，主审法官常来我家抽烟，彼此很谈得来，大概罚款即可了事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我说，你的案子初审一赢，可能全上海的报界都会轰动，他们必定还要上诉，那时即使你在用钱，或是罚款，或是无罪，但这般进行敲诈的人，会天天在报上加以攻击，闹到高等法院，你就无法可想了。只要关你3个月，你就抵挡不住。按朱子云有深度鸦片烟瘾，还有糖尿病，天天不吃饭，只吃黑面包。他听了我的话，问道，照你老弟的意思，该如何做？我说，只有一个办法，你不声不响向内地一溜，这个敲诈集团找不到对象，而且还要天天供应当事人食宿，他们就会人心涣散，派人和当事人商量，花一些钱叫当事人撤销控诉，然后你再回来，业务损失虽不少，但你的心境与身体可以得到安全。朱子云大皱眉头说，办法很好，只是我一来怕到内地相僻之处，二是吃烟不方便，因我除了治病之外，还有许多生意往来，怎能离开呢？讲到最后，他拍了拍桌子说，好，决定照你的意思做。我和朱子云分别之后，有2天没有消息，不过有一个叫蒋有成的人，是国医工会的干事，原本是我介绍进工会做事的，他的特长就是奔走接洽事务，有相当的能力，所以我有事都叫他去办，人很能干，就是每办一件事，多少要给他一些钱，他就起劲非常。朱子云也认他为自己的心腹。第3天，我问起朱子云的事有什么动静，他说朱子云不但门诊忙、出诊忙，而且对这件事乐观得很。昨天晚上由陆启律师约了审理这件案子的法官赵征堂，待在一处相对抽烟，谈得极为投气，看来事情是不会扩大了。我便托蒋有成带一个口信给朱子云，说如果出诊路过我诊所，务必请他来坐一下。次日，朱子云果然来了，且是和陆启一同来的。他说，老弟，你有什么话？我说，
我要和你单独讲几句话。”于是就带他进书房谈话。我说：“听说你和法官谈得很好，但是初审要是胜利的话，二审必然更坏，在形势上是必败的。所以照我的想法，你还是快快离开上海。”朱子云当时也有些心动，只是说：“我的生意是烟业、烟厂、胭脂店、汽油和血清厂等，我一天不在上海，就一天没有人照顾。”正在这时，陆启突然推门而入，我们讲的话他完全听到了。他说：“这件事已受到法律的约束，你要走的话，将来就永远不能回上海了。”朱子云听了这话，默不出声。后来我听说，这位法官天天到朱子云家里抽烟，朱子云还送了不少美钞给他。到了初审之日，谁知道审问的结果是当堂预知朱子云收押，再行定期审讯。朱子云听到这个决定，几乎晕倒。他认为赵征堂是老朋友，不料竟是一个毫无心肝的伪君子。朱子云平日养尊处优，从来没有进过拘留所，这个拘留所是水门汀地，没有床。经过审问之后，他已经面无血色，加上烟瘾接不上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幸亏那时节贪污成风，拘留所内要什么有什么，用了银弹，床也有了，鸦片也可以尽吸。他是有糖尿病的，向不吃饭，但是有私家菜和黑面包可以送进去。蒋有成也天天去探望他，见他只是流泪说：“不听老陈言，吃苦在眼前。”现在这件事，非但赵征堂不是东西，连老友陆启也是一个坏蛋。想不到做了一世医生，年老多病，还要进入牢狱，夜间常常失眠，白天度日如年。这件事真不知如何了结，看来我这条老命要送在这场官司里了。第二次开审期排得很远，开审之日只有原告讲话，赵征堂连正眼也不望朱一望。退堂后，朱子云还被铐上手铐，锒铛入狱。报纸对这件事大登特登，这种报纸也可以送进牢狱。他看了只是叹气流泪，没有多时，朱子云就病倒了，两足浮肿，气喘不已。